各位，中国云南的传统的节日泼水节上出事儿了，一名女子的汽车被拉开了车门，几支高压水枪围着她，对着她呲啊，都呲冒烟儿了，朋友们。好吧，这里边啊有女人还有老人，车内的电路呢短路冒烟，老人全身湿透。这个事情啊影响太过恶劣。2026年4月14号，一辆私家车途经西双版纳景洪市泼水节现场的时候，被多名参与者强行拉开车门及后备箱，多人使用高压水枪、水桶等工具向车内猛灌水，车内2名61岁的老人及车主夫妇全身湿透，电子设备因为进水、短路冒烟，屏幕、电动座椅等部件疑似损坏，车辆可能面临数万元的维修费用啊！而且这还是一个新能源的电动车，那电动车那要往里边呲水，我的天哪，这可麻烦了。就感觉又生气又好笑的，抢我们家那个车门往外拽，就是想快点把门关上，快点走。我父母还坐在车后面，60多，喷的那个全都湿了浑身。我妈是挺生气，完我还安慰她。我这车现在还在开着，车门在亮，里面的东西好像也都挺湿的，后备箱也挺湿。当时泼完了以后，我的那个内饰里面就冒烟了。要是有问题的话，我是想要去报警。公安这些开展了专项的整治行动，每天都是联合的市级的相关部门，还有社区，每天都有安排的相关的人员进行劝导。不是这事儿，我有点疑问啊，各位啊，我有点疑问啊。这个车门怎么会没关呢？新能源车难道这个车门这车辆行驶起来它不自动落锁吗？有的是一启动就落锁，有的是车速达到了15公里、20公里就自动落锁，对不对，朋友们？都是这个功能吧？为什么他的车没关车门呢？那当然了，我不是说没关车门你就该往那个人家车里边用高压水枪呲水啊，我就说这意思。我也不是说女司机都是迷糊，但是这位女司机你咋就没关车门呢？还是说你这么一害怕一着急你把门给他打开了呀？现在一看我车里面后备箱已经都是湿的了，湿透透的了，现在都在这晾着呢，有点乱啊，但是都没办法，远行了吧，东西比较多，泉水这已经擦干的了，这是我一次性的浴巾，已经又湿了，湿透透的。本来我以为就是高高兴兴的玩，然后现在的话，如果这台车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应该会去追究当时泼我车的那个人。这车立刻就成了泡水车，这个损失可大了，朋友们。哎呀，这个中国的很多的媒体啊都看不下去了啊，说实际上在泼水节开始前呢，当地政府啊已经把丑话说在前头啊，已经发布了公告，4月7号说提倡文明泼水
要求按照民族传统习俗用树叶或者是手轻轻洒水以表示节日祝福，禁止用脏水、夹带石头、泥沙等杂物的水泼人，不得向工作人员、老弱病残、儿童、孕妇泼水，还格外提出了严禁以泼水为名侮辱、调戏妇女。现在这个泼水节都变味儿了，一群荷尔蒙爆棚，不知道哪里去发泄的这个年轻男性，拿着的都是那种高压水枪，专找那衣衫单薄的年轻女性，照着敏感部位呲啊，用的这个词儿啊，他们脑子里就是这个想法啊，他们想用什么枪很龌龊，你知道吧？就是专门照着敏感部位，因为你如果那个衣物一着水的话，那不就变透明了吗？严禁利用泼水节啊侮辱妇女，也严禁堵截过往车辆、围攻泼水，严禁使用高压水枪、喷射等规则。景洪市委的文明办也发文要求禁止销售使用高压水枪，避免对人造成伤害，对吧？你日常生活中你恐怕也不会有人敢公然拿着水枪向陌生人喷水吧，特别是用水枪围攻年轻女性，这种行为会被认为是耍流氓。但有部分人将傣族的泼水节民俗活动当成公然耍流氓伤害他人的正当理由了，认为只要是在泼水节这样的背景下用高压水枪喷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泼水节的习俗。然而使用高压水枪四处扫射也绝非泼水节的传统民俗啊。传统泼水节是用树枝蘸取金合欢树叶浸泡过的香水，彼此轻轻泼洒表示节日祝福。后来也有用水瓢泼水互相泼洒的，在泼水节成为一项热门的文旅体验项目之后，玩的花样更丰富，加入了更多娱乐活动环节，可以理解。但娱乐的底线是不冒犯、不伤害、不强迫，民俗的传承从来不是对陋习与越界的纵容啊，更不是少数人突破公序良俗的挡箭牌。泼水祝福变成了水枪围攻，友善互动变成了恶意骚扰，这样的民俗活动就变了味儿了。即便是披着节日的外衣，这些行为也与传统民俗无关，本质上是无视他人意愿的冒犯，是突破法律与道德边界的失范行为。以节日之名进骚扰之时，伤害的不仅是被泼洒的游客，更是傣族泼水节传承的千年的文化内核啊！当地苦心经营的文旅形象啊，一朝被这些人就给破坏了。下一次我估计当地的泼水节恐怕就没人敢办了吧。所以必须让规则长出牙齿，谁敢这么做，警察在旁边立刻就抓起来，这样才行。不然的话，这个泼水节以后也就逐渐的没人敢办了呀。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